Yo，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H， 我是阿豪 ATH。今天要来带你们看的这一款车呢，真的，我觉得它是一个改变世界的产品，没有错，就是我手上这一张卡片的车款 Tesla。而今天要讲的这一款车呢，不是 Model Y 啊 ，Model Y 最近虽然刚发布，但是我没有借到 Model Y， 我借到的是即将很快将要发布了的 Model 3。我身后这一台白色的 Tesla Model 3呢，是一个 Dual Motor Long Range 版本哦，是一个4轮驱动双马达长续航版本。这一款车呢，已经发布很长一段时间了啦，而且据说最近好像要出改款了。不懂是大改款还是小改款啦，反正我看到它的整个车头 design 会比现在这一款来的更加 sharp。那其实之前我已经有拍过Tesla Model 3的影片了，但是那一部影片发布的时间是大概1年多前。那时候如果你买 Recon 的 Tesla Model 3啦，价位大概是在20几万，接近30万了。那时候我觉得这个价钱是合理的 ，affordable 的。可是现在你们知道吗？比这个 Model 3大一号的 Model Y，Model 3是一个 sedan 车型啦 ，Model Y 是一个 SUV 车型，在马来西亚新车价钱起步价只需要199千，就是差不多20万啦。所以 Model 3是比它更便宜的车款，很有可能在马来西亚的官方售价新车只需要16万左右罢了。如果真的到时候这台车只卖16万左右的话，你会不会买？讲真的，我是很心动啦。那今天这一集影片，我们就来讲一下我到底对这个 Tesla Model 3有哪些地方是感到很心动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辆车的车头，相信很多人在路上都已经看过这个 Model 3了啦，所以在外观interior 方面我们不会讲太多啦。今天我们主要的是来讲这整台车它给我的感觉是怎么样的。然后，如果它的价钱卖16万，对马来西亚消费者来讲，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存在？OK， 车头方面是一个全 LED 的车头灯，整个车头灯的 design 是一个这样斜上去的啦。希望到时候马来西亚发布的时候呢，是一个全新改款的，就是比较尖、比较 sharp 的一个车头灯 design。Bumper 方面非常简单我们不会看到一大堆洞，因为这台车不需要做到很多的散热啦，因为它没有引擎嘛，它是用马达来驱动的一款全电车。所以 bumper 是很干净、很简洁，没有什么东西。下面这边有一排灯，还可以看到有几颗这个雷达，是 front parking sensor 这样的东西啦。有一点我比较不喜欢的就是这一条线我感觉有点像法令纹这个我就不太喜欢。在 bonnet 的正中间，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 Tesla 的 logo， 一个战斧型的 logo， 看起来不错，很帅。然后来到车身侧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整个车身线条是比较圆的，这样子讲呢就没有这样多棱棱角角的那些线条，它是比较圆滑的。然后它是有一点像 fastback 这样子，如果我们从侧面这样看过去有一点像 Gen 2它的屁股是 fastback 的，然后它的尾箱盖呢是整个可以升到很高上来就是好像 Gen 2这样子就对了啦。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这台车的车身侧面这边呢 ，fender 的位置有一个 signal 灯，它的 signal 灯不是在 side mirror，而是在这个位置，然后还可以看到有一颗镜头，这一颗镜头呢是用来实现360度全景环绕拍摄的镜头Spoiling 方面呢，车主没有换掉，是一个原装19寸，胎压尺寸是235/40 R19， 然后是 Michelin 的 Pilot Sport。因为电动车它的扭力非常的强劲而且它是 Instant Torque， 所以我建议大家一定要用好一点的轮胎啦。然后车顶部分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黑色的车顶，很大面积的玻璃等下我们进去里面你就知道了，它是一个全景天窗，而且不能盖起来的但是它也不能打开来，是不能通风的啦。然后车尾部分，我觉得整个 design 就是很适合我个人的一个审美口味啦。我觉得这个外观很好看，简单干净。Bumper bonnet 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 Dual Motor。这台车是一个双马达，前面1粒，后面1粒，然后前面的摩托是控制前轮后面的摩托是控制后轮，所以呢，在动力输出的时候，它是一个全时四驱，所以它是一台 all-wheel drive 的车款来的啦。但是它的整个结构比起我们现在的汽油车的 all-wheel drive 来讲是简单很多，它不需要 long shaft， 它不需要压箱引擎的配合所以整体来讲，它的整个结构是更加简单。那我们往下看就不会看到任何的排气管，什么都没有啦，因为下面是平铺的一整片
大片的电池。我觉得到时候这一台车在马来西亚发布过后，如果价钱真的是16万左右啦，这个车主应该会酷啊，因为当时候他买好像是20几30万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尾箱盖打开方式，是有一个电池阀，按一下它就会自动升起来。电动尾门哦，虽然它是一辆 sedan， 可是它依然有这个电动尾门的功能。OK。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尾箱空间非常的巨大，而且很深，伸进去里面哦。然后这边有一个遮罩板，打开来会不会是备胎呢？我们揭晓答案，1、2、3。哦，结果不是哦，它只是一个储物格，可以让你放一些补胎剂啊什么之类的。那关闭它的方式也是非常简单，点一下它就会慢慢的把这个尾箱盖降下来。OK， 现在我们要上这一台车呢，你会发现哦，这个车门把手呢。 是全平的，这个应该是有一些 aerodynamic 的关系，减少风阻系数，不错。可是它的开门方式啊，我就觉得有点反人类了。你先要把这个地方点下去，然后再把它拉开来，整个感觉就是很奇怪啦，有点，总之很反人类的设计就对了。然后上来这一台车呢，哇！ 这个 interior 我相信不需要多做介绍了。之前我的影片也是有讲过了，我非常喜欢 Tesla 的 interior 啊，就是因为它非常的干净简洁，什么鬼都没有。你在 dashboard 上面一粒 button 都找不到，甚至你要找到它的那个冷气 air vent 啊，好像都没有这样，因为它把它藏在这个缝隙里面了。然后整台车的冷气啊，甚至你要打开 passenger side 的 glove box 啊。 都是需要通过中间这一个大 iPad 来进行哦，这一点就也是有一点反人类啦，因为你不能很直觉的靠按钮的方式来把它打开或者调节你的冷气。OK， 然后当然这一台东西呢，它里面也是有很多很 fancy 的功能啊，好像什么放屁功能啊、游戏功能那些，我就不多加介绍了啦，因为那些东西对我来讲没有用。 我不喜欢那些东西。OK， 整个 interior 我很喜欢，它的 dashboard 很简单，然后这一台是有一个木纹的设计，这个木纹当然不是真的木啦，可是看起来还不错的。上面的部分是软材质 ，steering wheel 也是非常的简单干净哦，什么东西都没有，就是左右边各有一颗旋钮这样罢了。很简单的一个 design。然后在中间荧幕的下方，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可以无线充手机的 充电位置，这个也是很好。然后整个 armrest 靠起来手感还算蛮舒服的，中间有2个置杯架。车顶方面哦，它是一个全景天窗，看到吗？玻璃的，这个会不会很热，我就不太确定啊。但是很好看是真的啦。OK， 它的椅子乘坐起来啊，我觉得还算不错的，有一点点像3系列的那种感觉。 可是好像又会比3系列来的更加小张一点点，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啦。然后我们可以在画面上面看到这边有一颗这个这个就是最近70迈刚刚发布的70迈 A810啊，70迈 A810，它是一个支持拍摄 4K HDR 超高清的行车记录器哦，而且它的主摄镜头啊是来自 Sony 的 Star-Vis2 IMX678的镜头，它是可以支持高达60 frame per second 的帧率哦，一般上电影院 播放的电影都是24 frame per second， 而70迈的 A810呢，它是可以支持比它们高3倍的帧率啊，也就是说你在高速行驶的情况下，有一些车他们用高速切入你的车道，还是可以清晰的拍摄得到他们的车牌号码，还有他们的车的动态。所以如果发生什么碰撞意外的话，是更加能够保障整个画面的画质清晰度。除了前方非常好料的主摄镜头以外啊，在后方的镜头呢，它还是一个全高清的 HDR 后方拍摄镜头，所以你们可以想象得到，它拍摄出来的画面是非常的高清的。AI detection 功能还有超级夜间模式呢，这一次在 A810上面也是搭载的哦。如果你要远程监控你的车的话，也可以买70迈的4G hardware kit 哦，不管你去到天涯海角，都可以知道你的车当下的状况是怎么样。这一点真的太 good job 了。如果你们想要买到这个非常好用的70迈 A810的话，都可以在我的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还有留言置顶区那边找到它的购买链接，点击进去你们就可以查看 A810的价钱了啦。这样好看的产品，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啦。OK， 看完广告了，我们现在就要来看一下这台车的后座乘坐体验是怎么样的啦。那要走去后座之前，我们先要把这个车门打开嘛。你是找不到那个开门的把手的，它是变成了一颗按钮，只需要按一下，这个车门就会自动弹开一点点，你就可以把门推开了。
这一点我也是觉得蛮不错的。OK， 现在我们就来到这个后座。哇，这辆车的后座啊，一坐进来，第一个感觉就是椅子好像有一点点直，这个大腿的支撑好像有点不够啊，看到吗？假如我把我的脚踏平在地板的话，这边下面是镂空的，所以我要把我的脚放前。可是放前呢，也还没有完全支撑到我的大腿，所以坐在后座的乘坐表现，我觉得不是很好啦。然后有冷气出风口啦，还有一个这个天窗是直接从后面的镜子延伸到我的头顶上面来，空间大概是一个拳头多一点点。这个后座长时间乘坐的话，不知道什么样的感觉啦。可是我现在的 feeling 就是有一点点直。好，现在我们去打开它的前面 bonnet 盖，看一下 bonnet 盖里面是什么东西当然，它的打开方式啊，不像我们一般传统的汽车在 steering wheel 下面拉一个东西，让那个 bonnet 盖打开啊。它如果要开 bonnet 盖啊，也是要通过这个中间的大 iPad 来启动，来把前面的 bonnet 打开来。那现在我们就打开前面的 bonnet， 看一下里面是什么东西啦。OK， 打开前面的 bonnet 呢，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没有 engine， 它又是一个储物空间。所以这台车啊，你买回去真的是可以放很多东西啊。前面的储物空间也大，后面的储物空间也大，又大又深啊。像我这个平时没有什么载人的话，买这一台车呢，就可以载很多东西了。OK， 我觉得这个 Tesla 真的不错，非常的 good job。如果真的16万啊，不瞒大家说，我真的会考虑买这一台车啊。OK， 现在来到的就是试驾环节了啦。这个是我人生第2次开 Tesla Model 3啊，是有点不同的体验。因为1年多前开这辆车，对电车还完全不了解。然后现在1年多过后开这台车，我也体验了很多款全电车，包括 BYD 的啦、Great Wall 的啦，还有 Volvo 的啦。那现在开回这个 Tesla， 这个属于一个电车老祖宗啊，感觉是很兴奋啊。然后这台车坐进来呢，没有什么 push start button 什么鬼，全部没有，你只是要坐进来，然后拿出这个 Tesla 的卡片，在 armrest 前面一点点的位置scan 一下，这台车就启动了。启动过后，你也不会看到什么 gear knob， 这台车没有 gear knob 的，它的排档方式在 steering 的后面，好像 Mercedes 这样子，在右手边，一般上我们打 signal 的位置，然后把它往下顶到 D， 这辆车就进入了一个 driving mode。当然，手机呢，我们可以放在这个充电板这边，它就会充电了。无线充电 ，very good。现在我们就来开始启动这台车，然后它也没有 handbrake 可以放，你太油它就走了。整台车就是非常的安静没有任何的声音，你不会听到启动引擎的那个声音，也不会有抖动，整个就是很平静，我很喜欢。然后现在车主呢是把这辆车设定成一个 one pedal drive 的驾驶方式，就是你用油门踏板罢了，就可以操控整台车的刹车跟踩油。可能现在你们听到我讲的这个东西会觉得有点奇怪啊，怎样呢？用一个踏板讲踏油，讲踏 brake， 你在收油门的同时，这台车就会帮你踏 brake 了。然后它是很线性的，你只要习惯了过后，你就会觉得哇，这个 one pedal drive 真的很好用。过蹲，哇！它那个 absorb 我觉得也是很不错，不会感觉很跳。然后在中间的这个镜头可以拍到这边有一个超级无敌巨大的荧幕左边这边呢是一个好像 GPS 这样子一个地图，然后右边呢就是一个这台车它的 sensor 它可以 scan 到，你看前方有2台车，这边就会出现2台车的图标，然后这个黄色的应该就是讲旁边有 divider 这样子啦。OK， 我们现在放前面的车走远一点点，一脚地板油门下，3、2、1。我知道这个肯定不是 Sport Mode， 可是还是很有力，看到吗？这个速度直线上升，非常的爽。这台车在马来西亚你是不能使用全自动驾驶的，即使它有这个功能多好，你不能用犯法的所以我们就没有试它的这个全自动驾驶功能我们就把它当成一架普通的车来用就好。像这样子 City Drive 你要动力它有动力，你要舒适它有舒适。好像现在我要动力来我脚一踩，看到吗？马上来的动力，马上的。汽油车完全给不到你这种感觉，懂吗？
真的100%没有这种 feeling 啊。然后我们现在来聊一下这辆车为什么可以卖这样便宜啊？为什么在马来西亚只需要16万罢了？好像不 make sense 吗？太便宜了。因为马来西亚政府跟 Elon Musk 达成了一个我不知道是什么协议啦。总之 Tesla 的车进口呢是不需要还 AP 的，而且现在电动车是100%免税啊，也就是讲我们马来西亚买到的 Tesla 都是没有还税，也不用给 AP 了。那么好的优惠啊，我真的不知道其他的竞争对手要怎样跟 Tesla fight 啊，除非其他品牌可以做出让我更加惊艳的一个产品。例如我不久前到中国就有试驾一个海洋系列车款，比起 Model 3我真的会比较喜欢那一个，但是价钱方面如果不相上下的话，真的是可以考虑那一台。但是如果它比 Model 3贵，那 Model 3还是首选啦。OK， 今天的这一部影片大概就先讲到这里。我相信很多人对 Model 3、Model Y 都很有兴趣啊，所以如果你们对这台车有兴趣，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区打上来哦。那接下来如果我还有机会试驾到这台车，我有机会长时间使用这台车的话，我将会做你们所提出的那一些测试啊。当然这一台车今天我不会把它开回去，接下来有机会我可能会跟它借回去1-2个星期，那到时候我们再来做一个非常深度的讲解，也顺便让我体验一下拥有一台电动车1-2个星期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到底适不适合我买电动车，电动车到底适不适合我们马来西亚人来使用。好，喜欢我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一定要跟它嘟下去。想要买到70迈的 A810的话，记得在我的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还有留言置顶区那边可以找到它的购买链接，点击进去就可以查看它的价钱了啦。那今天这一部影片就先到这里，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Goodbye。